如果我告訴你，在太陽系最寒冷、最黑暗的邊緣，有一塊直徑只有500公里左右的小石头，竟然擁有一層大气，你可能会覺得这有什麼奇怪的？畢竟，地球有大氣，金星有大氣，火星也有大氣，甚至連冥王星都有一層極其稀薄的大氣，多一顆也沒什麼大不了。可真正讓科學家震驚的，並不是它有大氣，而是按照過去幾十年的認知，它根本就不應該有大氣，因為它實在太小了。小到什麼程度？它的直徑只有冥王星的1/5左右，質量更是遠遠不及冥王星。它繞着太陽運行在海王星軌道之外，距離太陽幾十億公里，那裡終年只有-220°C左右，陽光微弱的像黃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引力非常弱，弱到科學家一直認為任何氣體都不可能長期留在它的周圍。按照經典理論，只要有一點點揮發性氣體釋放出來，很快就會逃逸到太空，根本不可能形成哪怕一層極其稀薄的大氣。所以，長期以來，在已經確認擁有大气層的海王星外天體中，冥王星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存在。然而，就在最近，日本研究團隊公布的一項研究，卻讓這條看似牢不可破的認知出現了一道裂縫。他們發現，在距離太陽遙遠的柯伊伯帶，一顆編號為2002XV93的海王星外天體周圍，竟然真的存在一層極其稀薄的大氣。消息一出，不少天文學家第一反應不是興奮，而是疑惑。是不是觀測錯了？是不是數據出了問題？還是說，我們對太陽系邊緣那些冰冷世界的認識，從一開始就不完整？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，當研究人員繼續分析後，又發現了一個比大氣層本身更加離譜的事實。如果計算沒有問題，那麼這層大氣很可能根本不是長期存在的，而是一個極其短暫的現象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之所以能夠發現它，很可能只是恰好趕上了一個極低概率的時間窗口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一顆本不應該擁有大氣的小天體，為什麼偏偏有了大氣？這層大氣又究竟從哪裡來？想弄明白這件事兒，我們首先要回答一個最基本的問題：為什麼科學家之前會如此篤定，這個小天體不可能擁有大氣？答案其實很簡單。決定一顆天體能不能保住大氣，最關鍵的因素之一就是引力。你可以把大氣想象成一群不停亂跑的人，而天體的引力就像一堵圍牆。圍牆足夠高，人就跑不出去；圍牆太低，人遲早會翻牆離開。對於地球來說，引力足夠強，所以絕大多數空氣分子都會被牢牢束縛在地球周圍，形成厚厚的大氣層。而月球就完全不同了。它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大約1/6，沒有能力長期留住氣體。因此，月球雖然也會因為太陽風、隕石撞擊等原因，偶爾產生極其稀薄的氣體，但這些氣體很快就會逃逸到太空，所以月球幾乎可以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氣層。那麼，海王星外的世界又是什麼情況？那裡距離太陽30多個天文單位，甚至更遠。陽光照到那裡，已經微弱的幾乎感覺不到。溫度常年維持在-200多攝氏度，在這樣的環境裡，氮、甲烷、一氧化碳等物質都會被凍結成堅硬的冰。聽起來這麼冷，氣體不是更容易留下來嗎？其實恰恰相反，低溫確實能讓這些揮發物凍結在地表，但一旦因為陽光照射、內部活動或者隕石撞擊重新變成氣體，它們仍然要面對同一個問題：引力夠不夠強？如果引力太弱，這些氣體最終還是會飛向太空。因此，長期以來，天文學家形成了一個幾乎沒有爭議的認識：只有足夠大的海王星外天體才有可能擁有大氣。例如冥王星，它的直徑超過2300公里，引力足夠強，再加上軌道並不是完美的圓形。當它靠近太陽時，表面的氮冰和甲烷冰會緩慢升華，形成一層非常稀薄的大氣。等它遠離太陽，溫度再次下降，這層大氣又會慢慢凍結回地表。也就是說，冥王星的大氣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出現又不断消失的循環過程。後來，科學家又推測，像系神星、鳥神星等一些體積較大的海王星外天體，也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形成暫時性大氣。你會發現，它們有一個共同特點：個頭都不小。至少有足夠的引力把那些好不容易釋放出來的氣體留住一段時間。可2002XV93完全不一樣，
它的直徑只有大約500公里，僅有冥王星的1/5左右。按照現有模型，它的引力弱得幾乎留不住任何挥發性气體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把冥王星比作一座有圍牆的城市，那麼2002 XV93更像是一片空曠的平原。任何釋放出來的氣體都應該毫無阻礙地向太空擴散，而不是聚集在它周圍形成一層大氣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在日本研究團队公布結果之前，幾乎没有人会把這樣一顆不起眼的小天體與大氣層3個字聯繫在一起。然而，接下來發生的一幕卻讓所有人都開始重新思考這個問題。科學家並沒有飛到那裡，也沒有拍到它周圍飄着一層氣體，他們只是盯着一顆遙遠的恆星，結果卻意外發現，這顆小石頭真的把自己的秘密暴露了出來。那麼，日本研究團隊究竟是怎麼發現這層大氣的？答案有些出人意料。他們既沒有派探測器飛過去，也沒有直接拍到這層氣體，而是利用了一種堪稱天文學借光破案的方法——恆星掩星。什麼意思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夜晚有一盏很遠很遠的路燈，而這顆海王星外天體就像一只緩緩飛過的小蟲子。當小蟲子擋住路燈時，燈光會突然消失。天文學家也是利用同樣的原理，他們提前計算出2002 XV93將在2024年1月10日從一顆遙遠恆星前方經過。於是，日本研究團隊聯合多個觀測站，提前架好望遠鏡，等待這一瞬間。如果這顆天體沒有大氣，結果應該非常簡單。當它遮住恆星時，恆星的亮度會像按下開關一樣，幾乎在一瞬間消失。等它離開，亮度又會瞬間恢復，整個過程乾淨利落，不會有任何拖泥帶水。可真正的觀測結果卻和預期完全不同。研究人員發現，恆星並不是突然消失，而是在消失之前，亮度先緩緩下降。重新出現時，也不是一下子變亮，而是慢慢恢復。這種變化雖然非常細微，卻讓研究人員立刻警覺起來。因為只有一種情況能夠解釋這種現象，這顆天體周圍存在一層氣體。當恆星發出的光線穿過這層極其稀薄的大氣時，會發生折射和散射，就像夕陽接近地平線時看起來比實際位置更高一點一樣。正是這種微弱的折射效應，讓原本應該瞬間熄滅的恆星變成了緩慢變暗。也就是說，科學家看到的並不是大氣本身，而是大氣對光線造成的影響。就像風本身看不見，但你可以通過樹葉搖晃知道風正在吹。隨後，研究團隊把多個觀測站獲得的數據進行綜合分析，再與不同的大氣模型反復比對，最終得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結論：2002 XV93周圍確實包裹着一層極其稀薄的大氣。不過，你可千萬別把它想象成地球這樣的藍天白雲。它稀薄到什麼程度呢？研究估算，它的表面氣壓只有地球海平面气壓的幾百萬分之一，甚至接近實驗室制造的高真空環境。如果你真的站在它的表面，幾乎感覺不到空氣的存在，既不能呼吸，也听不到声音。嚴格來說，它更接近一種外溢層，也就是少量氣體分子圍繞天體緩慢運動，並不斷向太空逃逸。可也正因為如此，一個更大的疑問隨之出現。既然這些氣體一直都在逃向太空，那麼它們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沒有消失？或者換句話說，這層大氣到底是誰在源源不斷地捕獲？研究团隊根據2002 XV93的大小、質量、溫度以及各種氣體分子的逃逸速度建立模型後發現，如果沒有新的氣體持續補充，這層稀薄的大氣根本維持不了多久，它的壽命很可能只有幾百年到1000年左右。聽起來1000年似乎很長，但別忘了，這顆天體已經圍繞太陽運行了約45億年。如果把太陽系的歷史壓縮成1年，那麼1000年甚至連1秒鐘都不到。換句話說，從天文學的尺度來看，這幾乎就是一個轉瞬即逝的現象。這也意味着，我們今天之所以能夠觀測到它擁有大氣，很可能只是恰好趕上了一個極其短暫的時間窗口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這層大氣不是長期存在，它又是從哪裡來的？目前，科學家提出了2種最有可能的解釋。第一種是地下活動。別看2002 XV93表面溫度低至零下220攝氏度左右，但這並不意味着它的內部一定完全死去。在太陽系裡，還有一種特殊的火山，叫做冰火山。
它噴出來的不是滾燙的岩漿，而是液態水、氨、甲烷、氮等揮發性物質。由於環境極其寒冷，這些物質噴出後很快就會凍結成冰。聽起來像科幻電影，其實這種現象早已不是理論猜想。土衛二會噴出高達數百公里的冰雨流，木衛二內部很可能存在液態海洋。冥王星表面也發現過疑似冰火山留下的巨大構造，因此一種可能就是2002XV93的地下仍然保存着部分揮發性冰層。由於內部殘餘熱量、放射性元素衰變或者其他未知機制，這些冰層偶爾會釋放出少量氣體，不斷補充已經逃逸的大氣。雖然規模很小，卻足以維持一層極其稀薄的氣體外殼。不過，這種解釋也存在問題。2002XV93實在太小了，直徑只有約500公里，這樣的天體還能保留多少內部熱量？是否還有能力驅動冰火山活動？目前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能夠證明。於是，另一種解釋出現了，那就是撞擊。太陽系邊緣看似空曠，其實並不平靜。柯伊伯帶中分布着數量驚人的冰質天體，它們偶爾也會發生碰撞。如果一顆小天體撞上2002XV93，就有可能擊碎覆蓋在表面的冰層，把埋藏在地下數十億年的氮冰、甲烷冰或一氧化碳冰瞬間暴露出來。這些冰在受到陽光照射後，會迅速升華，形成一層短暫存在的大氣。隨着時間推移，氣體不斷逃逸，大氣又會慢慢消失，直到下一次撞擊再次發生。這個過程就像冬天打開一瓶冰鎮汽水，瓶蓋擰開的瞬間，大量氣泡噴湧而出。過一會兒，氣泡越來越少，最終恢復平靜。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可能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留下的餘波。但事情到這裡還沒有結束，因為韋伯空間望遠鏡此前對2002XV93進行紅外觀測時，並沒有在它的表面發現大量暴露的氮冰、甲烷冰或一氧化碳冰。這意味着那些形成大氣的揮發物很可能並不在表面，而是一直隱藏在地下。無論是冰火山噴發還是撞擊暴露，都指向了同一個可能。這顆看似沉睡了幾十億年的小天體，內部也許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簡單。更重要的是，這項發現讓科學家開始重新思考一個更大的問題：如果一顆只有500公里左右的小天體都能夠在某些條件下形成大氣，那麼過去那些被認為太小、太冷、太安靜的海王星外天體，是不是也可能在不同的時期經歷着類似的過程？也許我們真正低估的並不是2002XV93，而是整個太陽系最遙遠、最神秘的柯伊伯帶。這裡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類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們從未停步。